炒麻婆豆腐、煮汤用的。湖北长寿之乡钟祥市。大家好呀，我是阿林，今天来逛一逛云南建水当地的菜场早市。这里是龙井市场，整个市场不算小，从平面图上看就有好多的分区，除了日常的蔬菜、水果和肉类，还有专门的当地土特产分区。这对于来到建水的游客来说很是方便。刚走进来的这里是猪肉区，每家摊位上都是今天新鲜的猪肉。摊主们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忙活着处理各种猪肉。猪肉上的各个部位被切下来分好，像有的是排骨，有精肉，有五花肉，也有猪的内脏。不同的种类呢，方便顾客挑选，价钱也不一样。清早的市场里人流量并不算太多，市场的过道里时常会看到穿梭的电动车、三轮车，有的是来市场送货的，有的呢像是当地饭店过来大批量采购的。像这边摊位上，几位老板都在一起忙着处理着这只新鲜的整猪。除了新鲜的猪肉呢，有些摊位上还会卖炸好的五花肉，还有风干的腊肉。像这边风干的是牛肠，在当地的市场上很常见。后面盆子里的是绞好的肉馅儿。据说调制肉馅儿的万能口诀是3分肥7分瘦。龙井市场在建水当地规模不算小，而建水呢，这座云南小县城其实可不普通。我们边逛边聊，来听听建水的故事。建水呢，是云南少有的千年古城，它有着1200余年的建城史。古城内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很多，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比如说像是孔庙，规模就很大，仅次于曲阜和北京的孔庙。还有清代的朱家花园，是一座非常精美的滇南私家园林。除了文化底蕴呢，建水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像是建水小火车，是运行在1936年竣工的各壁临时铁路线上的复古观光列车。这里的各壁临时呢，分别指代的车站是各就、碧色寨、临安，也就是建水，还有石坪。临安呢，是建水在明时的古称。关于这条铁路线路，其实它有多个头衔。它是中国建筑时间最长，但却是最小的铁路，也是唯一的民营铁路。铁路建成时为寸轨，也就是轨距为0.6米，在1970年时改成了米轨。当时
人们筹资修筑铁路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承载着民族希望与自强自立的艰难历史岁月。好啦，这就是建水这座偏远但很有底蕴的小县城。我们继续逛市场。这家摊位还有新鲜的猪肝、自家的灌肠、风干的腊肉，这些呢都是当地人喜爱的食材，在市场上各个摊位上都很常见。像这边呢，就是今早新鲜分切好的五花肉，一层肥一层瘦，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肯定好吃。隔壁码放整齐的是整只的猪腿，看着品相很好。这样环视一圈下来，每家的摊主基本上都在忙着分割今天新鲜的猪肉呢。这里呢是新鲜的猪肝和猪心。猪肝的做法呢其实有不少，最主要的像是爆炒，此外还可以卤制过之后切成片儿，作为凉菜使用，当然少不了蘸料。还有老北京地道的炒肝，里面也少不了猪肝。猪心呢，在烹饪的时候火候有讲究，在滑嫩的同时，要避免炒老、炒柴。这边的猪腿和猪蹄儿码放得非常整齐，从这个角度去看横断面，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生鲜的食材被老板摆出了不一样的美感。炒2情况现在有点那个。整个猪肉区的面积很大，我们逛完之后继续往里面看一看。
从这里开始呢，即将进入豆腐的世界。建水豆腐非常出名，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品种。这些深色的是晾干的小豆腐块，油炸或是火烤之后，会像爆米花一样爆开，口感绵密，很特别。有些游客来到建水之后，会买上抽了真空包装的这种干豆腐，回去之后呢，可以用空气炸锅把它做成豆腐爆米花。旁边这些堆成小山的，就是著名的建水小豆腐了。这种小豆腐的吃法呢，是火烤。炭火之上架上烤架，小豆腐放在烤盘上，随着温度的升高，它会变得越来越鼓，颜色呢也随之越来越金黄。在建水当地的街头小饭馆中，几乎每家都可以看到烤小豆腐的火塘。这里也是可以油炸的干豆腐，有抽好真空的包装，可以买走带回去。这里长条形的也是豆腐，表面上还印着作坊的名字。像这种长条状的豆腐，其实更为有名的是建水的隔壁县石坪。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石膏卤水点豆腐工艺，石坪呢采用的是古城里的天然地下水作为凝固剂，产出的豆腐呢韧性极强是它的特点。据说提着豆腐的一端甩动都不会断裂。这是在当地吃烤小豆腐时的灵魂伴侣，特色蘸料。做好的小豆腐呢，有时候可以放置几天，经过自然发酵，在豆腐表面会产生淡黄色的霉菌。加工烹饪之后，据说风味更加独特。在一些摊位上看到颜色较深、微微发黄的，就是发酵过后的小豆腐。这里有人吗？这边长条形的也是豆腐，也是火烤着吃。在一些豆腐摊位上，我们会看到牌子上写着西门豆腐。那建水的西门豆腐其实是在古城西门外有一口大板井，井水甘甜可口，用大板井做出的豆腐就称之为西门豆腐。古城西门外的大板井呢，不仅当地人都会提着桶去打井水来喝，也渐渐地成为了旅游景点。好多来建水的游客都会去一睹大板井的风采。
而建水西门豆腐作坊呢，就在大阪井门外，游客们可以看到建水西门豆腐的做法。这些外形精致可爱的小豆腐，其实是用纱布包好、压制、定型制作出来的。建水的西门豆腐制作技艺，现在已经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了。建水豆腐在熬制的过程中，不提取豆腐皮，完全保留了大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充足的大豆油脂等成分，这样使得建水豆腐兼具口感和营养价值。在市场上，众多的小豆腐摊位中，也不乏这种成块的传统豆腐。我好奇过去问了问，没想到老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热情地和我介绍着他家的各种豆腐。麻婆豆腐，煮汤用的。哦，嫩的。那这种老豆腐是？老豆腐就是红烧煎的。红烧煎着吃的。哦。这也是建水这边的做法是吗？这不是建水的，这是湖北豆腐之乡。湖北豆腐。湖北豆腐之乡。就是那个卤水点的那种吗？这个嫩豆腐是石膏的，卤水点不出来，这么嫩。卤水一点就老了。只能做老的。这种就是按斤卖的了吧？这是按斤卖的，有的地方卖按款卖，但是大致差不多。都差不多。像这种嫩豆腐是多少钱一斤啊？嫩豆腐3块。3块。老的呢？老的也是3块，都是3块5，这个价。您是湖北的吗？湖北豆腐之乡。包括你家里吃的豆腐，也是湖北人为主。湖北豆腐之乡是哪儿啊？湖北长寿之乡钟祥市。钟祥市。这我还没有听过。我们这豆腐之乡就是靠手艺在外地做。这样。是。所以说你那个地方你去了之后，湖北人做的东西很全，不单一。好，谢谢您啊。不谢。听老板介绍完，我回去又查了一下，果然中国的豆腐之乡在湖北省钟祥市的石牌镇，那里的豆腐手艺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这个仅有8.4万人的古镇，却有着5万多人在中国的500多座城市，以及新加坡、泰国、俄罗斯、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豆制品生意。每年呢，从豆制品加工产业中获得纯收入竟然达到了10亿元以上。古镇的石牌豆制品制作技艺也成功入选了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想不到湖北豆腐分布这么广，正如老板说的，不管你在什么城市，一定吃到过湖北豆腐。豆腐区的对面一连几家都是鲜活水产的摊位。地上袋子里的都是牛蛙，像馋嘴蛙、麻辣牛蛙锅，吃着非常的鲜美，但牛蛙的外形看上去确实不好看的。
这应该是泥鳅，旁边老板就正在处理，处理起来并不轻松。这堆成小山的是土豆，也就是洋芋。云南人特别喜欢吃洋芋。大姐，这个是什么呀？牛奶做的。牛奶做的。哦。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就切块吃。对。吃我干一点。啊，我不用了，谢谢。老板大姐特别的热情，我不好意思尝试。回去查了一下，这是乳饼。乳饼呢是云南白族和彝族特制的一种传统奶酪，外形看上去很像豆腐块儿。它是用牛奶或者山羊奶制成的，使用山羊奶制成的呢，质量会更好。正如大姐说的，可以切块直接来吃，或者油煎着吃也可以。这个白白的是草芽，在云南以外的地区可能很难见到。草芽呢，是原产于中国的一种水生植物，建水便是主要的产地。此外，在昆明也有一些分布。草芽呢，还有一个名字是象牙菜，因为看上去像是缩小的象牙。草芽的口感很脆嫩，可以小炒，也可以烧汤。我第一次吃到草芽是在当地的米线中，所以草芽算是云南建水的特产了。除了牛蛙，这边我还看到了卖甲鱼的。甲鱼的做法其实也不少，清蒸、红烧、做汤都可以。龙井市场里的蔬菜看着都非常的新鲜，每个摊位都像是当天新鲜采摘的，而且摆放整齐，清洗得非常干净，根部上感觉一点泥土都没有。这里又遇到了一种蛮特别的食材，它的名字叫茨菇，也是一种水生植物。烹饪方法像是炒肉片，还有和五花肉一起红烧。我在当地没有尝到茨菇，但是在建水周边的水塘里却看到了生长在水中的茨菇。茨菇生长在水里，因此在采收的时候，人们需要到水里进行劳作。我在市场里逛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原因，总感觉建水的蔬菜显得格外的脆嫩。
建水位于云南南部，南隔红河与著名的元阳县相望。元阳县呢，那里有壮美的哈尼梯田，但是与元阳高寒的气候截然不同。建水的年平均气温在19.8度，加上水系非常的发达，所以市场上各类蔬菜大都是本地种植的，老百姓的菜篮子不成问题。这边摊主在地上收拾的就是草芽，我们刚刚看到过。黄色纸里面的呢也是白菜，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包起来。这边成堆的又是土豆，而且是红皮土豆。红皮土豆是云南高山特有的品种，种植高度近2000米，高海拔使得光照充足，早晚温差大。这样种出来的土豆呢，吃起来口感沙面，而且海拔越高，口感越香糯。像这样的红皮土豆，适合做土豆泥，还有炸薯条。这边摊位上卖的是整只的羊，还有应该是山羊奶做成的乳饼，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外形看着像豆腐一样的乳饼，切块之后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蘸上白糖或者是椒盐，甜咸都看自己的口味。其实这就是云南当地的奶酪，我很好奇，伸手去摸了摸，它是软的。这是折耳根，又叫鱼腥草，在云贵地区人们很喜欢吃。
盒子里的这是魔芋，黄瓜旁边是塞满了糯米的藕，方便烹饪，像是桂花糯米藕。卖干调味料的摊位上有好多不同品种的辣椒。云南人喜欢吃辣，在调料的摊位上就能看得出。不会讲啊，不会，我靠了2次了。然后你要加了点，我就赶紧给你。这边卖的有好多种泡发好的菜，像是笋子、黄花菜、贡菜、海带等等。在这里又发现了当地新奇的食材，这是臭参，主要就分布在云南，所以在其他的地方见到的不多。臭参有补中益气、润肺生津、补肺止咳的功效，在云南呢，作为当地比较亲民价的滋补品使用。每逢秋冬季节，在蔬菜市场上有大量的销售。可以炖鸡、炖排骨，或者煲汤的时候放上1-2根臭参。臭参本身会散发出浓烈的异味，据说挖到的时候就会闻到，但在加热煮熟之后呢，就没有异味了，反而会有一种草药的香味。您好，请问这个是人参吗？哦，臭参。我们先马在前方。快钱都抓得很。钱都抓吗？他那是拿谁抓？喂，这个是整来提的一个。这边袋子里的也是茨菇，就产自建水周边的水塘里，所以产量很大。菜价呢是5块钱1斤。
这些大袋子里的叫燕窝米线，算是建水当地的特色。其实就是干米线卷成了燕窝形状，因此得名燕窝米线。深色的干米线呢叫红米线，使用的原材料是当地哈尼提田盛产的红米。要买吗？啊，我想买，多少钱一斤啊6块。 ？6块一斤。这一袋大概有多少？那个一袋大概10块钱。10块钱大概。10块钱，这个回去就是用水泡完了煮一下就可以吃了。哎，对的。你自己喜欢吃什么的，放一点那个调料在里面就行了。哦，就是像现在在这边店里那个倒上热汤就可以吃了哈。是。老板小姐姐为人实在，很是热情。见我是来旅游的游客，怕我拿着一整袋太重不方便，于是建议我先买几个散装的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网上也可以邮寄的。对呀，我是来旅游的，然后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像这个蚕豆我以前就没有见过。你们老家没有？我们老家只有那种就是深色皮的，就是煮熟了的，这种绿色新鲜的我都没有见过。你要在这边买一点吃吃吗？都基本上都是吃这些新鲜的蔬菜。这边我看它气候很好，所以这蔬菜都挺爱长的哈。你看我们这边有好多人，他冬天老人他都会来这边过冬。他们会来这里拿我们自己家榨的那些油嘛。他们都是每年他们一到冬天他们就来。这是自己榨的油。因为这边气候要好一点嘛，它也没有多冷。是的。只是冬天的只是早晚凉一点，是不是？对。我们榨的只有那个黑色的那个。那就是我们家自己榨的。你们那边特别冷是不是？您说什么？你们那边特别冷是不是？是啊，前几天刚下了大雪的。很冷的。我们这里就不冷。对啊，这里很暖和的。这个蒜为什么要剥开呀？这个蒜剥出来，馆子里面用的。炒菜要用大蒜。直接买剥好的。直接买剥好的了。好的。接连几位摊主大姐都特别可爱，人也热情，很喜欢和我聊天。聊天期间，他们也惊讶于好多他们习以为常的食材，对于我来说呢，却是第一次见到。其实这也是我喜欢在各地赶集逛市场的原因，可以了解当地的生活，认识当地各种各样可爱的人们。少了的，好吃的。我看一看。这是哪的？羊的，1块钱一根，1块钱一根，1块钱1斤是吧？吃不了就浪费了。
慢慢的逛到了牛肉区，我又发现了没见过的新奇食材。这是牛干巴，火烤或者油炸之后，味道很香浓。像之前在昆明的转心市场，还有哈麻者赶集中，都有尝到牛干巴。这个像豆腐干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之前没见过的。你好，这个是牛皮吗？是的。哦，这要怎么吃啊？用油炸。炸一下吗？嗯。龙井市场的规模不小，各种食材都按照分区来卖。像之前刚进入口处的猪肉区就有很大的面积，这片牛肉区呢，面积也不小的。除了牛干巴、新鲜的牛肉以及牛的各个部位，还有煮好的像是牛蹄。我也要吃它。待会儿啦。逛完了牛肉区，其实整个龙井市场我们已经逛得差不多了。穿过这片走廊是土特产区。这边是自家作坊的酿酒，像是高粱酒、包谷酒等等。从这里开始呢，都是土特产区的摊位。这里不仅卖建水当地的特产，几乎整个云南的特产都可以买得到，大大方便了来建水的游客。好多的摊位也都提供真空打包服务或者邮寄服务。好多种风干的肉类、灌肠，还有火腿，不仅深受游客的喜欢，其实云南当地人就很喜欢吃这些。在这家摊位上呢，又看到了乳饼。
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尝试一下蘸咸味调料的乳饼到底是什么味道的。这像琵琶一样的就是著名的宣威火腿了。形似琵琶就是宣威火腿的特点。宣威火腿呢，历史非常悠久，据说最迟是始于明代，产地当然就在云南的宣威，所以又名云腿。这边罐子里的泡梨也算是云南特色，在昆明我尝过这样的泡梨，口感呢是脆的，味道酸甜。这边除了干米线之外，还有湿米线，通常是当地人买回去当天就煮着来吃。一大清早过来，我把整个龙井市场逛了个遍，期间见识到了不少建水当地的特产，也遇到了热情的摊主大姐们。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换一口吧。